我是新 YouTuber 露露露。露露最期待的雷电将军终于时装啦！同一卡池中也有新的4星角色9条沙罗的登场。本次影片主要会先解说雷电将军的部分，不知道你是不是和露露一样期待雷电将军呢？当然后面的珊瑚宫星海也很香，但露露就很喜欢这种冷冷酷酷的大姐姐，而且身为7神其中之一的雷电将军，在试用角色的体验也相当不错。和钟离、温迪一样，雷电将军也很适合用在许多种队伍中，但也因为雷电将军在技能组上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因此露露也会在影片中解说关于雷电将军的相关天赋技能，同时也会分析相关的角色定位、队伍搭配、武器和信物推荐，以及相关的命座抽取建议，提供给还在观望或是抽到雷电将军的肉肉们一些培养方向。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雷电将军是5星雷属枪系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充能效率，定位主要为提供给整体队员元素充能的辅助。虽然7神的定位大多为辅助项为主，但通常都还有一些纵效且无可取代的作用，像是温迪作为辅助却具备卷起敌人的强大且持续的巨怪能力，而钟离作为辅助可以提供全游戏中最坚硬的护盾和全元素减抗效果，更甚至可以省了奶妈的位置。而雷电将军作为辅助，当然也不只有具备提供充能这项作用那么简单。雷电将军可以说是雷属主角的上位版，雷主的作用也是提供队友元素充能，但是只能提供给1名队友，并且雷主的输出能力无法发挥太大作用。而雷电将军不只提供全体队友更快速的充能效率之外，更能具备短时间的驻场输出和瞬发的雷元素高伤害，提供给10分仰赖大招的队友快速回满大招能量，并且持续元素爆发伤害的作用。用雷电将军的基础能力数值其实也十分出色，攻击力在初始的状态下其实高于明显作为副 C 定位的角色，甚至和甘与优拉的初始基础攻击力差不多。而本身被动天赋的关系，超过100%以上的元素充能效率可以转化为雷元素伤害。基于这项被动天赋的情况下，雷电将军的元素伤害也硬是比其他角色又多出了将近1个元素伤害倍的数值。因此雷电将军可以在队伍中提供的作用不仅是充能，更有提供增伤、后台挂雷输出，在主 C 技能冷却期间战场输出的作用，而且大多数作用在0命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往上冲命座只是更优化雷电将军的输出和辅助功能，也因为和其他7神一样作用甚多，雷电将军其实可以放在很多队伍中发挥。而以当前许多玩家有了输出角色，但总是在打生境螺旋或是副本时，常常还要等大招冷却的阵痛期情况，雷电将军就是一个最佳的解药。雷电将军的普通攻击是5段式的连续枪击，虽然并不是主要的输出来源，但手感滑顺且攻速快。若是开大后，所有的普攻、重击和下落攻击所造成的伤害都会再转化为雷元素伤害。一技能发动后会出现1枚雷法扼要之眼，除了对周围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之外，也会为周围附近的友军角色提供相关的 buff。这时角色的头上会出现1枚雷法扼要之眼，在处于此状态下的角色若攻击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扼要之眼每 0.9秒会协同攻击1次。若不是由自己以外的角色攻击所造成的伤害会是原本的20%，持续时间25秒，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后台挂雷持续输出。同时友军在享有扼要之眼 buff 的同时，大招元素爆发的伤害会基于每点元素能量的多寡而随之增加。也就是说，若是大招能量需要80点的角色，以天赋9级的雷电将军每点能量提升 0.3% 的情况下，该角色的大招伤害就可以提升 24%。若是优拉核爆最后一下原本是100万的话，就可以再增加24万。Q 技能就是雷电将军的经典奶香之一刀开大动画，特效当前最炫没有之一。开大后会有瞬间高爆发的雷元素伤害梦想一刀，而后会有短暂的时间是拿着类似雾切之回光的武器进行挥击，这段期间称为梦想一心的状态。虽然此时攻击是普通攻击的动作，但所有的伤害视为元素爆发伤害，并且伤害都会转化为不能被附魔的雷元素伤害。这些攻击在命中敌人时可以为队伍中附近队友回复元素能量，最多可以触发5次。同时雷电将军的抗打断能力提升，并且免疫感电伤害。Q 技能还有另外一项特别的效果，就是角色身后会出现像双层人为亚克力立牌后面的造型，名为珠苑白眼之轮。只要队伍中附近角色有开大招的话，会依据元素爆发的能量来替白眼之轮累积愿力，最高可达60层。愿力在累积的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圆圈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完整。只要累积越多层愿力，每次雷电将军开大招后，都会依据当前愿力的累积层数来增加他梦想一刀和梦想一心的伤害上限。而就算脱离战斗后，
这个白眼之轮还可以持续300秒的时间才会消失。神里就像变成观世音，早佑就像变成三太子一样。也因此，雷电将军的战场输出时间最适合的时机就是开大招后梦想一心持续的状态，同时一边为队友回复元素能量。等到队友的大招能量都好后，又可以切出角色来开大招，并同时为雷电将军累积愿力层数，再不断的重复循环，变成一个不停速切大招的队伍。即便雷电将军的大招能量需要90点，但以角色本身的高速元素充能效率和多个回复能量的管道，还是很容易一下就满了。而雷电将军没有战场输出的时候，就是开一技能的眼睛挂雷辅助即可。被动天赋1在队伍中附近角色获得元素金球或维力时，可以增加愿力的层数2层，每3秒触发一次，也就相对增加雷电将军 Q 大招启动后的元素爆发伤害。被动天赋2为核心的被动天赋，只要超过元素充能效率100%以上的数值，都可以被转换为梦想一心的元素能量恢复效率和雷元素伤害，也因此元素充能效率是雷电将军首要提高的数值。总结天赋技能升级优先顺序，会建议 Q 等于1大于 A， 理想状态是核心天赋 Q 和1都要满， A 可以点到6即可。若是不打算放出来输出，纯粹走辅助也可以普攻都不点。雷电将军的天赋素材为周3、6日开放的天光系列，而等级突破素材主要都在 2.1 版本新开放的青睐岛，需要打新 BOSS 雷鹰权限取得雷鹰树珠，以及野服中会掉落的刀形。另外还有在青睐岛环状陆地上随处可捡的天元草石，又称作蒜头，这次的素材还算蛮好捡的，比起先前的角色的材料都友善得多，而且在青睐岛也有不少的名草可以捡。而若是天赋技能10以上，则会需要消耗新的周场 BOSS 女士所掉落的熔毁之刻。里面的雷电将军其实就具备不错的基础面板和优于雷主的元素充能效率，同时可以提供全体队友的元素爆发增伤和长时间挂雷。以充能辅助角来说是很推荐的角色，就算你的队伍都是4星国家队成员，又或是沙团武装，甚至是其他仰赖大招输出的角色，像是神里和优拉等等，搭配雷电将军在其中，就可以腾出一些原本需要使用充能杀角色的生物空间，转而取代为攻击杀，例如香菱或行秋，在元素充能效率足够的情况下，可以有效提升整体队伍伤害上限。一命的提升主要是加速愿力的层数累积，以提升的幅度来说不算大，大概可以说是提升15到20%左右的概念。2命为雷电将军的关键命座，提升幅度可以说是40到50%。核心 Q 技能的梦想一刀和梦想一心的伤害都可以无视敌人的防御60%，就此雷电将军的输出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在能力上成为了可以媲美主 C 伤害的副 C 位。然而这边要注意的是，无视防御力的提升，若是搭配2命可力或是力杀的大招的话，是必须要透过乘算的方式来计算，并不是说怪物的防御力100%，雷电将军无视了防御力60%，最后怪物只剩下40%的防御力，40%的防御力又可以被可力的降防23%直接再往下减的意思。3命提升的是核心天赋 Q 技能的等级上限，也是不错的命座，但升到3命或许又会想着往上升到4命。4命提升的是雷电将军的队伍辅助能力，在 Q 技能梦想一心的状态结束后，可以为除了自己以外的队友提供30%的攻击力加成，持续10秒，就等于为队友多提供了将近1个攻击倍的概念。5命提升的是一技能天赋等级上限，提升到这边不如就直接升满命了。6命可以让雷电将军在元素爆发的梦想一心状态下，每击中敌人时可以提供除了自己以外的队友缩短所有角色的元素爆发冷却时间，每秒最多触发1次，最多可以减少5秒。中里的天星陨石冷却时间需要12秒。搭配雷电将军后，真的是陨石是咋没在省的，而平均大招冷却时间需要15到20秒的国家队也都能够直接减少5秒。再搭配其他天赋的元素充能，真的是大招一直放不用钱，大招一直狂放，总体的伤害值也就大幅增加，同时在累积雷电将军的愿力，在不断的大招增伤循环。0命的雷电将军就是雷主上位，7神的多功用和泛用度也不需多说，以纯粹充能辅助角的定位来说，适合每个人抽取，算不上多强，但使用度是很不错的。即便是目前没有很多角色的新手来说，抽了雷电将军也可以提升未来你抽到需要大招充能主 C 的输出队伍，况且后面角色复刻应该只会越来越久，5星角色通常都需要半年以上，新手入坑在这半年也都可能已经练好2队也打通螺旋。以往7神保值的程度来说，抽个0命基本上都不算亏的。再来最为推荐的就是可以抽到2命，2到3命的雷电将军差不多就是输出加辅助作用兼具的完全体了。若是已经抽到2命想再提升的话，可以抽专武替草之道光，若不打算抽到2命的话，就也不用特别去抽专武。2命以前的雷电将军以辅助定位较为明确，因此可以用后续钓鱼兑换的4星武器渔获，或是其他元素充能副词条为主的武器即可。
最后真的有爱，想要全面提升雷电将军的辅助能力，就可以直冲满命，其他命座的优化就不算太多。因此总结最推荐的命座就是0命、2命、专5金1、4命、6命。5星武器首选专5替草之道光，副词条提升的是元素充能效率，无论外观和武器效果来说都是为雷电将军设计的，同时也能够基于元素充能效率超过100%的部分，进而提升更多的攻击力，并且在释放元素爆发后的12秒内，充能效率再获得提升。其次可以选择的是副词条也为元素充能效率的天空之戟。其他的武器若是在雷电将军的元素充能效率还没办法堆到280%以上之前，都可能先暂不考虑，还不如直接使用4星满精炼的渔获。4星武器首选钓鱼活动的渔获，副词条提升的是元素充能效率。虽然给雷电将军拿会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女海神，但效果是增加元素爆发的伤害和暴击率，和雷电将军也算契合。若是没有抽到2命雷电将军的话，这把武器可以说是4星中最适合雷电将军的一把。缺点就是因为钓鱼刚出，目前要干的话可能要花点时间。其次再没有的话，也可以先占用先锋长枪。虽然提供的元素充能效率不比其他武器多，但就是有元素充能效率的长枪比没有得用好，后面有更好的再换。5星是因为唯一推荐绝缘4件套，2件套增加元素充能效率，4件套基于元素充能效率的25%来提升元素爆发的伤害，最高75%，完美契合雷电将军所需要的效果。其他过渡期的适应物可以穿，如雷2件套加宗师2件套，最终往绝缘4件套迈向毕业。4星适应物没什么能选的话，一样选元素充能效率相关的为主，像是流放者、学士等2+2套装。主词条建议理之冠暴击率，十字杀元素充能效率，空之杯攻击力趴数。副词条双爆大于元素充能效率，大于攻击力趴数或元素精通。为什么不选择雷伤杯的原因在于已经有大老师测过，带攻击杯的情况下，比起带雷伤杯且双爆面板更低时的伤害量更高，因此避免雷伤稀释的情况下，攻击杯会是比较推荐的。顺便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基本毕业面板为暴击率40到50%，爆伤150%以上，元素充能效率280%到300%以上。再来是分享关于雷电将军的3个推荐队伍。虽然雷电将军可以组队的变化度很多，但这边就大致上抛砖引玉给大家参考3个不错的队伍阵容。雷9万班的队员组成为雷电将军加满命9条沙罗加风游万叶加班尼特。雷电将军搭配满命9条的感觉就像是白饭搭配卤肉一样的绝配，9条满命可以带来60%的雷伤加成，搭配万叶的减康和9条沙罗和班尼特的增伤，雷电将军随便 Q 大招瞬发伤害都6位数以上。若要战场的雷电将军建议2命，同时战场输出搭配快速回复充能的情况下，又为当前的队伍环境创造出了新的双雷玩法。唯独比较可惜的是，北斗的大招灼雷没有办法和雷电将军搭配，因此没有补到北斗也很缺充能的缺陷。这一队的组成为优拉加神里加钟离加雷电将军，优拉加神里都是很仰赖大招充能的输出，而神里的大招是可以脱手的。神里的脱手冰风暴切优拉，搭配雷电将军挂雷，可以持续做不中断的超导物理减抗，再搭配钟离的霍顿，让优拉的大招叠层不被中断，快速充能的情况下，真的是一直冰爆一直爽。这对优拉配上雷电将军，真的就像是刨冰淋上果酱，口味超融合，再插一根钟离的脆皮酥棒棒在旁边的感觉，怎么都是吃的？雷电将军可以大幅提升全体队员的充能效率，国家队就是一个完全靠速切大招输出的队伍。队员组成把重云拿掉，换成香菱加行秋加雷电将军加班尼特。若是充能效率够的情况下，香菱和行秋的十字杀若是充能的，还可以换成攻击杀，又或是原本拿充能效率长枪的香菱，也可以改拿和仆约或是护魔之杖等等。有了雷电将军进来后，充能更快，伤害更高，当然通关速度也就会更快了。听到这边，你打算抽雷电将军吗？虽然雷电将军适用于许多队伍，但如果你并没有练速切大招的输出队伍，又或是你的主 C 并不是仰赖大招的角色，例如萧公，同时在未来的半年或是以上的时间内，你也不需要这样的充能辅助角色，你可以跳过雷电将军。但若是想体会一下新的双雷主仆玩法，以及对后续可能会推出的雷系法器角色8重绳子感到有兴趣的话，雷电将军会是未来 2.1 版本后雷系队伍和速切大招流的核心人物。虽然2命是很关键的命座，但雷电将军也不是0命就不能玩或是很弱，其实用度还是有的，就只是辅助成分会重一点。比起其他7神来说，雷电将军在2命就能够输出，在7神里面已经算是很罕见了。60命的基础攻击面板也很高，新手用来探索地图也还算实用，而且还可以在 2.1 版本免费拿到很不错用的4星武器，蛮适合新手在此时入手。
以上就是关于雷电将军的角色全分析影片。关于9条沙罗的角色分析影片，洛洛会放在另外一支里面说明，敬请大家期待相关的内容。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支持鲁洛帮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目前每周的晚上也会固定直播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徐乐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